2026年1月，现在的欧元对美元正在 1.16 附近剧烈震荡，而天然气价格在经历了去年的几波洗礼后，最近因为欧洲拉响了冷冻警报，加上新的出口配额调整，美国亨利港 Henry Hub 的报价已经悄悄回升到了 4.3 美元左右。很多人看住荧幕上跳动的绿线红线，觉得那只是冰冷的数字，但我今天站在这里，要撕开这个世界的表象，告诉你，这背后藏着一个能让你资产翻倍或者瞬间缩水的惊天逻辑。如果你现在不看懂，你可能在未来2年内会成为全球财富大洗牌中最惨的牺牲品。我今天不跟你讲那些金融教科书上的废话，什么贸易逆差、宏观调控，那都是骗小学生的。我只讲人性，讲那种深不见底的贪婪，讲为什么欧洲人烧不起暖气，你的钱包就会跟住缩水。为什么？如果你现在想去欧洲旅游、留学，或者想趁机捞一笔，你必须得死死盯住天然气。这视频内容很重要，但我保证能看到最后的人，会明白未来2年全球财富转移的真正秘密。我想起去年我在欧洲考察的时候，在柏林的一个老朋友家里，那时候正是供暖季，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让我震撼至今的话，他说他现在每天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开灯，而是先去看天然气表。这种对生存资源的极度恐惧是我们在和平年代很难想象的，但它真实的发生在所谓的发达国家。这就是人性，当生存最基本的温暖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所有的优雅、文化、信仰都会在瞬间崩塌。欧洲在大家眼里是奢华名牌，是古堡，是发达的高福利，但在我看来，现在的欧洲就像一个住豪宅却家徒四壁的落魄贵族，手里拿着爱马仕，家里却没钱交电费。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的命门、能源主权给丢了。想象一下，你开着法拉利，但全程的加油站都是你的死对手开的，他想涨价就涨价，想断油就断油，这时候你的豪车还值钱吗？你的车钥匙还有人要吗？天然气价格一涨，欧洲那些庞大的工厂就要停工，因为成本高到离谱，做出来的东西根本没人买。工厂一停，大家没收入，欧元区的经济数据就烂透了，欧元自然就成了废纸。所以你要记住，能源就是血液，天然气就是欧元的氧气，氧气被掐断了，欧元就会休克。为什么欧洲会把自己搞成这样？答案只有2个字：贪婪。长期以来，欧洲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像吸毒一样依赖俄罗斯的廉价管道气，他们觉得这种好日子会天长地久，这就像一个赌徒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同一个庄家身上，这就是路径依赖，觉得过去发生的未来一定会发生。欧洲人那种骨子里的傲慢让他们以为只要给钱，能源就会源源不断，但他们忘了，当你彻底依赖一个人的时候，你就给了对方随时杀掉你的权利。我们聊聊那个最慎重但也避不开的话题，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和那叠得比墙还高的制裁，到底是如何像吸血鬼一样榨钱欧元的？很多人觉得战争在远方，制裁是政客的事，但你只要看看现在2026年的欧元汇率和你的生活账单，你就会发现每一颗落在远方的炮弹其实都精准地击中了你的钱包。在2022年之前，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像一对吵架但离不开彼此的夫妻。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是欧洲工业的命根子，但战争一响，这一切彻底碎了。现在2026年，欧盟已经下狠手通过了更严厉的法案，要在今年全面终止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合同，管道气更是缩减到了历史最低点。这里面藏着一个极其讽刺的人性逻辑，欧洲为了展现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地，选择了自断经脉式的制裁，他们以为能把对方冻死，结果发现对方转头把气卖给了亚洲，而欧洲自己却不得不回过头去，以3到5倍的价格求着美国卖气。这种杀敌800自损3000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欧元信用的大崩溃。我再给你讲个关于制裁背后的荒唐真相。我在布鲁塞尔遇到过一个做能源贸易的线人，他私下跟我吐槽说，欧洲现在其实是在玩一场洗产地的游戏，很多气在海上转了一圈，换个标签，价格翻了几倍再卖回欧洲，这中间产生的巨大差价谁来付？就是你，是每一个手里拿着欧元的人。这种长期的战争溢价，让欧元区的通胀成了挥之不去的噩梦。当一个地区的能源供应不再稳定，它的货币就失去了灵魂。2026年的今天，虽然欧洲在大力搞绿能，但风能和太阳能填不补那个巨大黑洞。只要战争不真正结束，制裁的枷锁还扣在能源流动上，欧元就永远像是一个带着伤口赛跑的运动员，无论他多努力想反弹，失血的过程都不会停止。你要看清楚这场博弈的本质，这不仅是钱的问题，
这是政治的阳谋，最暴利的生意不是创造价值，而是制造短缺。美国利用地缘政治制造了能源短缺的恐慌，然后把自己塑造成救世主，把欧洲的财富洗劫一空。我们现在把话说透，为什么天然气价格一跳动，欧元的汇率就跟住打冷战？这背后不是什么深奥的数学模型，而是一个最简单的加账本逻辑。你要明白，欧洲是一个能源极度匮乏的地区，它几乎所有的天然气都得靠进口，这就意味着欧元区在国际市场上是一个巨大的买家。当天然气价格暴涨的时候，欧洲为了不让工厂倒闭，不让老百姓冻死，他必须疯狂地从口袋里掏出欧元，去市场上换成美元来买气，因为全球能源结算的主流还是美元。你想想看，市场上突然多出了几千亿欧元在被抛售，而大家都在抢美元，根据最基本的供需关系，欧元能不跌吗？这就是所谓的贸易条件恶化，天然气每涨1美元，欧元的购买力就在无形中被削弱了1分。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财富放血，而且这里面还藏着一个更阴险的心理预期，这就是金融大鳄们最擅长的定价未来。你要知道，外汇市场的庄家们盯着天然气价格，他们看的不是今天的气费，而是欧洲未来3到5年的工业生机。当天然气价格维持在高位，这种阴险的心理预期就会告诉市场，欧洲的产业链正在永久性的断裂。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全球大资本家，手里拿着几十亿美元，你会投给一个连明年能源供应都保证不了的德国工厂，还是投给能源自给自足、成本极低的美国德州工厂？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种预期导致了资金的结构性撤离，这不是短期的炒作，这是对欧元根基的抛弃。这种预期还会引发一种恐慌性的储备转换。你看，连欧洲自己的央行和大型企业都在偷偷增加美元和黄金的头寸。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预期天然气价格只要降不下来，欧元的购买力就会像冰淇淋在太阳下一样慢慢融化。这种心理博弈最狠的地方在于，它会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大家都觉得欧元要跌，所以大家都在天然气涨价时疯狂卖出，结果欧元就真的跌得体无完肤。我再给你讲个更阴险的细节，这些庄家会利用天气预报和政治传闻来操控这种心理，只要俄罗斯那边稍微放出一点检修管道或者减少配额的风声，天然气期货就会暴涨，这时候欧元区的国债收益率就会飙升，引发汇率市场的连锁踩踏。他们利用这种心理预期，在每一波天然气波动中，精准的收割那些反应迟钝的小白投资者。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只看汇率不看气价，你就像是在雷区里盲目奔跑，你根本不知道哪颗地雷能源消息会炸掉你的所有利润。这种预期的阴险之处还体现在对欧洲政治团结的怀疑上。当天然气价格高昂导致各国开始抢夺配额时，市场预期欧盟内部会产生裂痕，这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打击欧元的信用。所以天然气不只是能源，它是庄家手里用来测试欧元承压极限的压力表。外汇市场的那些大鳄们，他们盯着天然气价格，其实就是在盯着欧洲的生存成本。当天然气价格维持在高位，意味着欧洲的所有产品，从德国的汽车到法国的红酒，生产成本都变得比美国、比亚洲贵得多。这样一来，欧洲的东西卖不动了，出口收不到欧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些大资本看到欧洲的竞争力在丧失，就会像躲避瘟疫一样把资金撤出欧洲，转向利率更高、能源更稳定的美国，资金流出，汇率自然就崩了。所以天然气价格其实就是欧元的体温计，气价高，欧元就发烧，就虚弱；气价稳，欧元才有回血的机会。别以为你不炒汇，不玩期货，这一切就跟你没关系。我告诉你，这场能源与欧元的博弈正在每一分每一秒偷走你的购买力。如果你现在打算去欧洲旅游、留学或者移民，你一定要听清楚我下面算的这笔账。很多人看住欧元汇率从当年的高点跌到现在 1.16 附近，心里还在美滋滋的想着是不是去巴黎买个爱马仕，去罗马吃个大餐变便宜了。兄弟，你真的太天真了，这就是典型的汇率陷阱。我上个月刚从巴黎回来，以前一个普通连锁酒店150欧元一晚，现在虽然汇率低了，但因为暖气费和电费涨了 50%， 酒店直接把房价飙到了250欧元。你折算回人民币，发现你反而多付了钱。那些奢侈品牌更是精明的像鬼一样，欧洲能源成本一高，他们反手就来个全球价格调整，涨价幅度远远超过汇率跌幅。你以为你在薅欧洲人的羊毛，其实你是那只被剪得最前劲的羊。再说留学和移民，家里有孩子在欧洲的家长现在最头疼的不是学费，
而是那个看不见的能源附加费。学校宿舍、校外租房，每个月莫名其妙多出几百欧元的支出。超市里的面包、鸡蛋涨了30%，这种温水煮青蛙的通货膨胀，正在把很多中产阶级的移民们活生生变成一场生存挑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天然气不仅是燃料，它是所有物价的底层逻辑。气价一涨，运费就涨，化肥就涨，粮食就跟着涨，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而这背后最大的赢家是谁？就是那个隔着大西洋正开着印钞机笑而不语的美国。2026年的今天，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产能已经全面爆发，他们没日没夜的往欧洲运气，价格是你难以想象的高。这就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趁火打劫，而且打的欧洲人还得含泪谢谢他，这背后的人性贪婪简直到了极致。美国不仅卖高价气给欧洲，还顺便把欧洲那些因为交不起电费而快倒闭的化工、汽车工厂诱惑到美国去建厂，这叫釜底抽薪。欧洲的财富、人才、产业正在像退潮一样流向美国。欧元作为这个地区的信用背书，它的底气正在被抽钱。所以当你看到天然气价格一跳动，欧元汇率就跟住打冷战，那是因为市场在看欧洲的病历单，气价越高，欧洲病得越重，欧元就越没人要。我再给你讲个关于政治算盘的阴暗面。我有一个在伦敦做对冲基金的朋友，他去年就干了一件事，他在所有人都看好欧洲复苏的时候，反向买入了大量美国能源出口商的长期期权，同时放空了欧元，结果那一年他赚了整整3倍。他跟我说，财富其实就在你对人性的观察里。欧洲人的傲慢让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沦为二流经济体，而美国人的贪婪则让他们精准地捕捉到了每一个收割的节点。这不仅是经济竞争，这是赤裸裸的生存空间挤压。我们把视野再拉高一点，看看这场博弈中另一个被忽视的关键力量——亚洲，尤其是中国，在欧元失血、美国收割的变局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你可能没发现，当欧洲人在为了政治正确制裁俄罗斯的时候，亚洲国家正通过长期协议锁定未来的定价权，财富正在搬运与转移。很多聪明的资本现在不在欧洲玩了，他们把工厂搬到亚洲，利用亚洲更稳定的能源成本去降维打击欧洲。所以当你看到欧元因为天然气波动而半死不活的时候，你要去看看人民币资产，看看那些在亚洲布局的制造业龙头。这是一个东升西落的真实物理过程，人性总是趋利避害的，钱也是一样。当欧元区因为政治正确而选择自残时，全球的热钱正在悄悄流向那些能提供稳定、廉价能源的避风港。如果你还沉浸在欧洲往日的荣光里，你就会错过这场跨越半个地球的财富接力。这时候你可能会问，我就是个普通人，我没本事去开工厂，我也没体力去炒期货，我该怎么办？这就是我最后要教你的救命稻草——黄金与实物资产的定锚。2026年初的今天，全球货币信用正在集体瓦解，欧元被能源拖累，美元虽然在收割全球，但债务规模也快爆了。在这种比烂的时代，你要做的是把你的部分欧元资产，在它还算值钱的时候置换成黄金。黄金是什么？它是人类几千年来唯一的共识，它是当天然气、欧元甚至美元都失效时最后一张通往财富世界的门票。我给你讲个真实的实例，我有一个在伦敦的朋友，他在2025年金价还在每盎司2700美元左右徘徊的时候，就敏锐地感觉到欧洲能源危机的长期化根本不可逆。他果断把手里准备在西班牙买房的几十万欧元现金全部换成了实物金条和部分实物金 ETF。结果到今天2026年1月，国际金价已经因为全球信用危机疯狂冲击天价，甚至有顶级机构喊到了每盎司5000美元。他在1年内不仅对冲了欧元贬值 20% 的风险，还实现了资产净值的翻倍。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他说当一个地方的人开始为冬天怎么洗澡而发愁时，这里的房价和货币就已经失去了尊严。这就是最赤裸的人性情感。当你看到街道上的路灯因为省电而熄灭，那就是财富离场的脚步声。你不需要比庄家聪明，你只需要比那些还在幻梦中没醒来的韭菜跑得快一步。现在2026年1月，黄金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避险工具，它成了对抗各国央行疯狂印钱、对抗信用体系崩塌的终极武器。接下来我给你预测一下未来的具体走势和赚钱机会。2026年下半年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随着美国和卡塔尔的大型液化天然气项目全面投产，全球天然气供应将从极度短缺转向阶段性过剩。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3个极其具体的赚钱机会。第一是欧元的死鱼翻身大行情。
预计2026年第4季度天然气报价会跌破 3.5 美元，到那时欧元对美元极有可能迎来一波10%以上的报复性反弹。你现在布局欧元看涨期权或者定投欧元就是最好的时机。第二是欧洲制造的超跌反弹，你要死死盯住德国那些因为高昂能源成本被腰斩的化工和汽车零部件龙头股，比如巴斯夫或者采埃孚相关的供应链企业，一旦能源成本降下来，他们的利润会出现爆炸式增长，这叫利润修复行情。第三是经营切换的红利，当金价在高位站稳后，白银因为在太阳能和能源转型中的工业需求会迎来补涨，这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一个隐形金矿。我的具体策略是在2026年中期，当市场还在为高气价恐慌时，你可以分批布局这些资产，将你手中的部分黄金获利了结换成超便宜的欧元资产，这叫高抛低吸的终极跨资产操作，你赚的不仅是价格差，更是全球财富重组的红利。最后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从来不缺钱，缺的是看透钱流向哪里的眼睛。我今天分享的这些不仅仅是金融知识，更是我在全球各地考察，赔过钱也赚过钱后总结出来的保命符。投资这件事，意见永远是参考，没有绝对的胜算。市场的风险就像这冬天的寒流，说来就来。我今天说的一切只是基于我个人经历和对市场的观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是什么点金石。市场是多变的，人性更是难测的，风险永远是你自己的。所以投资前请务必自己做好功课，评估好自己的承受能力。看完这期视频，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欧元还能回到以前那个傲慢的黄金时代吗？或者你觉得现在是去欧洲旅游的最佳时机吗？如果你觉得我的分析对你有启发，想知道具体哪个点位可以进场，或者想听我拆解其他货币，请务必点赞、关注、点击小铃铛，并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在迷茫的朋友。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每一条评论我都会认真看，我会挑选有代表性的问题，在下一期视频里给你专门拆解。财富路上，我们一起抱团取暖，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